一个人一个城，一个球星能对一座城市产生怎样大的影响？老 K 能想到的，马拉多纳对那不勒斯，托蒂对罗马，杰拉德对利物浦。而托蒂这个球星很复杂，如何评价他在世界足坛历史中的地位？还有那本著名的托蒂笑话集，还有最狗血的他和妻子布拉西长达20年的爱情婚姻，到最后却互相指责，到底是谁先出轨？所以今天的纪录片《一人一城》关于托蒂和罗马城的故事，老 K 找的内容很丰富详实。如果喜欢，欢迎您热推、点赞、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托蒂是怎样的存在？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欢迎您订阅。首先，如何定位弗朗切斯科·托蒂在世界足坛的历史地位？虽然他的金球奖排名还有团队荣誉，因为屡次拒绝加盟豪门，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但在纯粹的足球技术、战术革命以及影响力的层面，他依然是世界足坛公认的殿堂级的巨星。马拉多纳曾经评价他，托蒂就是世界第一，他是足球运动的象征。齐达内说，托蒂在场上做出的许多动作是普通球员在脑子里想都想不到的。而皇马主席老佛爷说，我一生中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把托蒂带到伯纳乌，为了他我愿意付出一切，但他对家乡的爱超越了金钱。巅峰时期的托蒂就是罗马城不落的太阳，他用长达25年的坚守向世界证明了，冠军可以有许多个，但皇帝只有一个。那么托蒂的职业生涯曾经7次入选金球奖大名单，最高排名是2001年的第5名，当时他率领罗马队拿到了意甲冠军。但是在金球奖的历史上，非超级豪门的球员极难染指前3。托蒂因为一生都坚守罗马，放弃了去皇马收割欧冠和金球奖的机会。而足坛公认，如果托蒂在04年加盟皇马，他至少能拥有1座金球奖。2007年30岁的托蒂通过进球数荣膺了欧洲的射手王，这证明他不仅能够组织，也是顶级终结者。而在防守之上的意甲历史上，他的250个进球，总进球数仅次于上世纪的传奇皮奥拉，是现代意甲的第1人。而在2004年，他被球王贝利选入了当代最伟大的125位在世的足球运动员。2018年，他获得了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终身成就奖。所以在足球历史的总统山里面，托蒂的排名或许进不了前20，这主要受限于没有欧冠的荣誉。但是在10号和9号半这样的大师专属殿堂里，他和罗伯特·巴乔、皮耶罗、齐达内、罗纳尔迪尼奥并肩。更重要的是，在一人一城的排行榜上，他跟马尔蒂尼、巴雷西并列世界第一。托蒂的职业生涯极其漫长，但他最巅峰的时期主要集中在2000年到2004年，这是意甲小世界杯的末尾，以及06年到07年，他当时转型了为9号。在那个时期，托蒂在场上，他既有推土机一般的身体，也有极高的球商，还同时有华丽的脚法，是超级前场核心。他作为前场指挥官，拥有世界足坛历史上最顶级的一脚触球和传球 ，one touch passing 以及不抬头原地盲传的能力。他根本不需要看队友的位置，凭借恐怖的对空间的感知力，就可以用脚后跟或者外脚背直接一脚传球，撕开对手4到5人的防线，直接为队友形成单刀。而且托蒂自带进攻体系，在当时的罗马队战术极其简单，所有人抢下球就立刻找托蒂，托蒂在中圈附近直接一脚长传或者直塞，边路或者前锋就可以直接冲刺了。而05到06赛季，由于罗马队当时前锋全部受伤，主教练斯帕莱蒂做出了一个改变世界足球战术历史的决定，让身为前腰的托蒂顶在最前面踢中锋，但他也需要频繁的回撤拿球，这就直接诞生了现代足球的4420或者460这样的无锋阵。托蒂在这个位置上如鱼得水，他既能回撤组织，也能够后插上破门。这一战术后来被瓜迪奥拉在巴塞罗那发扬光大，也就是让梅西踢为9号。因此在战术的历史上，托蒂是无锋阵和现代为9号的开山鼻祖。早期的10号球员像巴乔、皮耶罗多以灵动飘逸见长，但对抗比较弱。可巅峰期的托蒂是一个身高1.80米、体重80公斤、底盘非常稳的重型卡车。像意甲当时最顶级的后卫内斯塔、卡纳瓦罗等都很难在对抗中直接从托蒂脚下断球。托蒂能够一边用强壮的身体扛住所有的防守球员，一边还能用极其细腻的绣花活完成天马行空的挑传挑射，像勺子一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他这种同时拥有魔鬼的身材加上天使般的脚法，这样的结合在当时的世界足坛绝无仅有。但是在他长达25年的职业生涯中，罗马队在他的麾下就只拿过1次联赛冠军，这跟马尔蒂尼、巴雷西在 AC 米兰跟杰拉德在利物浦还完全不同。所以托蒂为什么要坚守罗马城，这一点在他和后来的接班人金童卡萨诺的交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老 K 认为托蒂虽然憨厚，甚至有点傻乎乎的，但他的政治智慧是顶级的。2001年卡萨诺加盟罗马队，当时托蒂非常器重这个金童，两个人不仅在场上配合默契，私下里托蒂经常让卡萨诺住进自己父母的家里面来照顾他。05年卡萨诺和罗马俱乐部陷入了激烈的续约谈判的僵局，随后皇马对他伸出了橄榄枝。正在卡萨诺纠结要不要为大合同远走高飞的时候，作为队长的托蒂曾经语重心长地劝说他。托蒂说，记住，赚得少一点，但是要过得幸福，这远比你去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却没有办法100%确定未来要好得多。可惜卡萨诺当时没有听进去呀。06年1月他加盟皇马，但随后就在伯纳乌彻底迷失，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多年后卡萨诺在采访中痛心疾首地忏悔，如果我当时哪怕听了托蒂10%的劝告，我的职业生涯都会完全不同。我太冲动了，如果听托蒂的，我本可以和他在罗马并肩作战10到15年。所以从中可以看出托蒂对自己在罗马城的自我定位，以及他为什么自己一生坚守。托蒂的定位从来不把自己当作雇佣兵或者普通的职业球员，而是罗马这座城市的守护者，幸福高于金钱和奖杯这样的价值观。托蒂对自己的第一定位就是要快乐和舒适。他知道离开罗马去豪门能够拿到翻倍的年薪和数不清的欧冠金球奖奖杯，但那些冰冷的荣誉换不来他在罗马城被百万球迷视作神一般的爱。对托蒂而言，在自己的家乡为自己从小热爱的球队踢球，这才是最大的人生赢家。托蒂非常清楚自己就是罗马的象征，像图腾像符号一样的自我认知。他曾经说，如果我只是为了钱或者财物，我10年前就已经转会走了，但这是关于激情而不是金钱。托蒂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不能离开家不能离开罗马的孩子。他曾经有一句震撼整个足坛的名言，在豪门夺冠确实伟大，但在罗马夺得1次冠军抵得上在其他地方拿10个。而作为当时世界最顶级的前腰和前锋，托蒂如果进入转会市场，绝对是引发地震级别的存在，可以类比的就像现在维尼修斯或者姆巴佩如果从皇马转会。所以在托蒂的职业生涯中，皇家马德里曾经3次重磅追逐他。01年在意甲夺冠以后，老佛爷亲自飞到罗马和他面谈。银河战舰17的阵容拥有齐达内、路易斯菲戈、大罗纳尔多和贝克汉姆，对托蒂他愿意给出顶薪和绝对战术核心的位置。第二次2004年几乎和托蒂完成了签约，只差最后的落笔，但最终情感战胜了合同，托蒂选择留队。托蒂本人多次确认，这是距离他离队最近的一次。第3次在意大利队06年世界杯夺冠以后，皇马再度加码，承诺除了劳尔的队长袖标以外，所有的待遇全都能满足他，但依旧被托蒂回绝。托蒂亲口说过，皇马是全世界唯一一支曾经让我动过念头的球队，但最终我无法割舍罗马。04年那一次，当时托蒂在罗马拿580万欧元的薪水，而皇马直接向他个人开出了1200万欧元，双倍的薪水，甚至答应将飞哥留下的10号球衣给他。而对罗马队，皇马开出了6000万欧元的巨额转会费，这在04年是超级天价。那么除此之外， AC 米兰在托蒂12、13岁的时候，在1989年也曾经对他报价，当时 AC 米兰的体育主管布拉伊达亲自登门，但妈妈的一句话直接回绝了，他说我的儿子只去罗马。另外，尤文图斯队、国际米兰队也多次私下的邀约，给出高薪的合同，但当时的罗马主席森西将托蒂当成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坚决表态，给多少钱我都不卖。而且托蒂本人对离开罗马也毫无兴趣。在职业生涯的末期，许多美国大联盟的球队，比如多伦多 FC， 还有意甲的都灵队，都邀请过托蒂，想给他巨额的养老合同，但托蒂全部明确拒绝。所以这样始终坚守一人一城的古典足球信仰，他在金元足球的时代，在球员频繁转会的时代，托蒂将自己活成了忠诚、乡土的情节、契约精神的活样本。他深知自己这种职业生涯模式正在消亡，所以以身作则。他希望后辈们，比如卡萨诺，能够珍惜母队的归属感。
后来的罗马队多次经历财政危机，托蒂屡次主动降薪，放弃个人的利益，帮助球队渡过难关。所以在球队最困难的时期，他是守护者，而绝不是在有钱的时候捞了金就走的雇佣兵。那么现在请大家跟随老 K， 让我们回到90年代。那时候的托蒂早就不只是罗马队的金童，而是整座罗马城的心跳。在球场上，他的踢球方式宛如纯粹的诗篇一样的浪漫，每一次触球都毫无冗余，能够将传球精准穿透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防守的空间。而他打进的进球又仿佛是精心描绘的画作，不是简单的破门得分。托蒂的球风里总是带着一种从容的傲气，仿佛深知足球和球迷一样，都无条件的信赖自己。他曾经说，足球就是我的生命，而所有人对他都深信不疑。90年代托蒂的精彩远远不止在奥林匹克球场的周日的比赛，赛场之外，他也完美的诠释了那个年代的潮流风格。宽松的牛仔裤、皮夹克、金项链，这身穿搭也只有90年代意甲的球星能够驾驭得住。托蒂的头发总是被阳光晒得耀眼，那经典的中分发型，无数的少年争相模仿。而他的座驾全是亮眼的豪车，阿尔法罗密欧、法拉利，好多台宝马，还有那些漂亮的敞篷跑车。托蒂并非只是为了炫富，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就热爱汽车。闲暇的夜晚，托蒂总是流连在罗马本地的俱乐部，跟他相伴同桌的经常会有名流，但托蒂从来不会沉溺于浮华和享乐，足球永远是他第一顺位。在罗马，人们总是叫他大顽童或者大宝贝，因为他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可托蒂的雄心壮志半点都不软弱。他说过，身披罗马的战袍，我便肩负起整座罗马城的重量。所以在看台上，球迷总是将他的名字当作颂歌，高声的吟唱。而作为回应，他一次次的深情的亲吻罗马的队徽，那一份真挚的感情如同亲吻故土和家园。90年代的意甲，90年代的足球，正是托蒂从一个有潜力的新星蜕变为罗马城市精神图腾的黄金的岁月。弗朗西斯科·托蒂直到2017年退役，始终坚守在罗马。他生涯打进了300粒进球，还随意大利队拿下世界杯冠军。可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英格兰足坛，他却从未收获与之匹配的认可。比如过去英格兰的老帅阿特金森曾经评价他说，托蒂那小子就是个刺儿头，我实在看不出外界为何对他追捧到这个地步。而英国的评论员索内斯也曾经在2010年，当时欧冠的小组赛，罗马击败拜仁的比赛，托蒂打进制胜球。索内斯却一脸讥讽的评价，从来没有人夸奖托蒂的训练勤恳，说他跑动积极。托蒂的天赋确实有，但我对他的看法就一般。当时霍德尔也附和道，托蒂算不上顶级球星，如果真有那个档次，早就被豪门挖走了，肯定有球队会不惜代价签下他，对吧？而那一天，维纳布尔斯还一锤定音地说道，你们说的没错，托蒂就是典型的那种锦上添花型的奢侈球员。所以许多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对托蒂的全部了解，无非就是他的职业生涯比较长，以及从1989年13岁加盟罗马后，长达26年都在罗马队，一生只效力家乡的球队。但英国球迷总是强调，托蒂在欧冠最高也就止步8强，他金球奖最高排名也只有第5嘛。可是在罗马当时对阵巴塞罗那的热身赛，梅西主动索要托蒂的球衣并且合影。当时年轻的梅西在 ins 上配文道，传奇无与伦比的巨匠。这一条动态梅西斩获了180万个点赞。所以托蒂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今天老 K 就来说一说。1976年9月27日，弗朗西斯科·托蒂出生在罗马。可在托蒂的家族，当年最被看好的不是弗朗西斯科，而是他的哥哥里卡多。里卡多是长子，场上的位置是中场，托蒂比他小6岁。小时候，父亲恩佐更看重哥哥里卡多的潜力，对托蒂就没有怎么太关注。青少年时期，里卡多曾经进入过罗马梯队，但他的光芒最终被最小的弟弟掩盖，在足球上没能取得大的进展。后来，里卡多成为弟弟弗朗西斯科·托蒂的经纪人。而这里有个小故事，在意大利，在1月5日到6月之间的夜晚，有一个特殊的风俗，有个传说，一个名叫贝法纳的老妇人会进入所有的家里面，对那些表现好的孩子会留下糖果作为礼物，而对那些表现差的孩子，他会留下煤块。贝法纳是意大利民间传说中的女巫，相当于圣诞老人。3岁的时候，托蒂从贝法纳那里得到了一件礼物，那就是一个足球。从那时候，托蒂就非常喜欢足球，每天晚上都抱着它睡觉。那时候他痴迷到什么程度呢？
每次他哥哥里卡多和街区里那些大孩子就嫌弃小托蒂太小了，身体太弱了，不带他玩。小托蒂这时候从不哭闹，他会一个人抱着足球到公寓的院子或者走廊里，就面对冷冰冰的砖墙一个人踢墙，从早到晚几个小时他就对着墙壁踢。由于墙对球的反弹速度极快，而且角度完全不可预测，所以为了不让球停下来，托蒂强迫自己用大腿、胸部、左脚、右脚不停地交替接球，或者直接凌空将反弹回来的球又踢回墙。几十年后，当大家都惊叹于托蒂那一招不抬头不看人，直接用脚后跟或外脚背完成一脚盲传的绝活，这恐怖的空间感知力和触球的球感，全都是小时候跟墙一脚一脚斗智斗勇踢出来的。后来妈妈很快发现，小托蒂1分钟都离不开足球。每次妈妈去超市买菜，他都会跟在后面，带着一个塑料小皮球在超市里面疯狂的盘带，而他的卧室里总是贴满足球的海报。最重要的东西足球永远在他床上，他每天晚上都必须搂着足球睡觉。而在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的孩子们有些买不起那高档的皮球，就踢一种廉价的橙色的塑料球。这种球非常轻，在有风的时候会产生很诡异和夸张的弧线，而托蒂就喜欢在柏油马路和水泥地上用这种极难控制的塑料球踢了整整好几年。他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驾驭这种毫无重量的塑料球，这让自己的脚底技术变得极其细腻。后来职业生涯踢那种沉重的真皮足球的时候，他觉得控球就像呼吸一样的简单。而后来托蒂进入了当地的青训俱乐部，但他总是特立独行，充满着创造力。当其他小球员老老实实的跑圈的时候，托蒂总喜欢搞恶作剧，比如突然起个球，把球从教练的头顶像勺子一样挑过去，或者直接尝试从角球的地方直接破门。当时的青训教练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用条条框框的战术去束缚托蒂，那就是在毁灭天才，于是给了他极大的自由度，允许他在场上尽情展现野路子出身的那种街头足球的创造力。这也直接塑造了后来那位在场上全凭直觉和灵感踢球的罗马狼王。1985年10月24日，少年托蒂拿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球员的注册证，他的注册号是097264，而所有的数字加起来是28，2加8等于10，这就是后来在罗马队和意大利国家队托蒂穿的10号球衣。难道这是巧合吗？1986年，托蒂转会到罗马圣巴西利奥区一家历史悠久的俱乐部。那时候，意大利国脚朱塞佩·贾里尼的父亲埃尔梅内·吉尔多·贾尼尼正担任青少年队的教练，同时老贾尼尼自己也曾经效力过意大利国家队。他对托蒂早有耳闻，他知道有一个金发的男孩，尽管长得很瘦，但却非常灵活，球踢得非常好。有一次比赛结束后，老贾尼尼走到托蒂身边跟他说：“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儿子，你跟他很像，你也会像他那样成为冠军的。”果然，老贾尼尼的预言是准确的，托蒂最终的成就甚至超越了小贾尼尼。几个月后，他又收到 AC 米兰的邀请，可他又拒绝了。托蒂从小最爱的只有罗马队，如果不能进罗马队，他宁愿待在家里打游戏，他不愿意去其他的球队。而1990年3月18日，托蒂第一次跟父亲到现场看球，那是罗马队对拉齐奥的同城德比，最终罗马1-0小胜，进球的是德国前锋沃勒尔。而当时为了准备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奥林匹克球场正在翻修，所以那场德比战是在狭小的弗拉米尼奥球场进行的。后来托蒂曾在奥林匹克球场当过球童，他还主演过一场前所未有的闹剧。1991年4月24日国际托托杯，罗马对阵丹麦球队布隆德比，上半场罗马1-0领先，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罗马后卫塞巴斯蒂亚诺内拉的射门偏出，这时候本该布隆德比队发球门球，可捡到皮球之后的球童托蒂却不愿意把球交给他们的门将舒梅切尔，因为罗马比分领先嘛，托蒂就想拖延一下时间。这样的做法让舒梅切尔非常生气，当时现场转播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舒梅切尔和小托蒂非常生气的镜头。那么托蒂的父亲洛伦佐是银行的职员，母亲费奥雷拉是全职主妇。托蒂从小就有些与众不同，他9个月就学会了走路，4岁就在狭小的公寓内反复的观看足球赛。有一次全家去距离罗马市区半小时车程的海滨小镇托尔瓦亚尼卡度假，父亲带着4岁的小托蒂到了沙滩上，想让他加入一群8岁的孩子一起踢球玩，却被对方拒绝了。对方说他太小了，容易受伤，可父亲依然坚持，于是身穿着红色短裤，背后印着4号号码的小托蒂
在年龄比他翻倍的大孩子之间辗转腾挪，盘带着戏耍了众人，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而托蒂后来回忆自己小时候，说自己非常顽劣，我小时候也算个小捣蛋鬼吧，我总喜欢偷偷拿别人的足球，夏天我们能踢一下午直到日落，回家前我就悄悄把球带走，装作若无其事的跑掉了。我攒了一大堆球，最后我又全都还给了别人。我在学校成绩不算拔尖，但母亲的管教非常严格，我一直安分守己，认真的听讲。是的，母亲菲奥雷拉深刻地塑造了托蒂的三观。母亲的人生信条是内心必须平和纯粹，行止端正，所以她用严苛的天主教家教抚养了托蒂和哥哥里卡多。后来她也一度收留了托蒂日后的罗马队友，性格非常乖张的前锋卡萨诺，也是为了管束卡萨诺那放荡不羁的私生活。而我们的托蒂，他的职业生涯仿佛就像注定了一样，母亲盯紧他的学业，负责接送他训练，母亲全程为他把控着人生的方向。每个周日固定去教堂做弥撒，探望年迈的祖父母，整个大家族围坐在餐桌前打牌，生活简单而规律。小时候的青训教练曾经评价道，家庭就是托蒂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他的父母低调内敛，教会了他谦逊和踏实。10岁的托蒂身材瘦小，但速度飞快，一眼就能看出是天选之才。我们不用打磨他的天赋，只需要正确引导，足球就刻在他的基因里。他常常故意假装自己已经隐身了，而突然又完成射门。很快整个罗马城都在热议这个10年一遇的本土天才。在母亲拒绝了 AC 米兰、尤文图斯和拉齐奥之后，他直接冲到了罗马的特里戈里亚训练基地交涉。当时的罗马青训负责人吉尔多·詹尼尼后来回忆，托蒂所在的洛迪贾尼俱乐部原本已经许诺要将他卖给拉齐奥，可他的母亲直接找到了罗马队，强硬要求我们签下他。我也不用考虑，因为我们早就盯上了这个孩子。最终罗马队从洛迪贾尼买断了托蒂，而短短1个月内，托蒂到了罗马就非常罕见的违规破格提拔，越级代表 U15 梯队参赛。后来15岁的托蒂又带着罗马 U17 队拿下了联赛冠军。当时 U17 的主教练回忆道，托蒂只在我手下待了1个月，又升入到了 U20， 他瞬间就让我意识到这是旷世奇才呀！10几岁的孩子能完成如此写意的操作，第一次训练我就断定他未来必将成为传奇。他总能在毫无机会的局面下创造杀机，我只是告诉他不要被漫天的赞誉冲昏头脑，而他后来用职业生涯一次次印证了自己的沉稳。在我们1991年 U17 决赛2比0击败 AC 米兰的时候，对手无数次凶狠的放铲试图阻挡他，全部被他轻巧的晃过。要知道 AC 米兰曾经多次求购过他，我把他放在前腰和前锋2个位置，2个进球全部由他策动。他是我执教生涯最强的球员，完全不需要雕琢他的技术，因为那完全是浪费时间。而后来的 U20 主教练第一次回忆看托蒂的季前热身，他说，踢了10分钟，我就立刻致电罗马的体育总监佩里内蒂，叮嘱到无论如何不能放走这名天才，他的触球和射门是独一档的。我见过无数的青年球员，但只有托蒂自带统治力，他能拖着整支球队前进。我只需要告诉托蒂，你放开踢吧。我从没见过16岁的球员就拥有这种级别的能力，他让我的执教变得无比轻松。1993年3月，在一场 U20 的比赛，托蒂梅开2度，半场就被换下，登上了大巴，直接随一线队奔赴布雷西亚。他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第二天，主教练博什科夫决定让托蒂完成一线队首秀，替换下罗马的传奇前锋里奇泰利。里奇泰利后来回忆，所有人都已经料到托蒂那天会上场，许多青年队员会跟随一队合练，但托蒂的气质完全不同。队内的训练他就敢穿一线队球员的小门，他顶级的天赋配上强大的心理素质。我赛前还安抚他要放平心态，享受比赛，这只是一场足球赛。可如今我回想呀，能够成为托蒂的正式首秀被换下场的球员，我由衷的自豪。现在每年都有人专门打电话和我聊那一场布雷西亚的比赛。多年后，托蒂回忆自己的首秀说，我随便热身了10秒钟就登场了，但我整场比赛触球寥寥无几，纯粹因为圆了梦，我太兴奋了。那么从托蒂实现儿时梦想成真的一刻开始，此后他为罗马一线队出场超过750次。不过托蒂曾经说过，尽管踢球许多年，但他在足球圈里面的朋友并不多，尤其真正的朋友不多，布冯算是一个。
当年效力意大利 U15 国家队时，托蒂和布冯第一次认识，两个人还住过同一个房间。而跟托蒂保持着经常联系的球员还有内斯塔、坎德拉、帕努奇、蒙特拉、加图索和迪弗朗西斯科。托蒂和皮尔洛偶尔也会发消息互相问候一下。而托蒂有一个外号叫大孩子，这是因为青少年时期他总比队友们要年轻好几岁，因此就有了这个外号大孩子。1992年15岁的托蒂和罗吉迪亚尼队的队友克里斯蒂亚诺·希尔维斯特里的妹妹马尔齐亚·希尔维斯特里拍拖。马尔齐亚是个排球运动员，他是托蒂的初恋，两个人分分合合相恋4年多。托蒂年轻的时候曾经深情地表示，他自己身边的朋友频繁地喜欢换女友，可他和马尔齐亚却越爱越深，甚至曾经计划在20岁迎娶对方组建家庭。但1997年6月，托蒂和马尔齐亚分手。分手后不久，年轻帅气的他经历过一段感情的迷茫期，也频繁出现在罗马的各大社交场所，身边出现了各种绯闻，直到后来碰到了美女主持人布拉西。而托蒂和布拉西的故事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好，1992年16岁的托蒂升上了罗马1队，而因为踢球的缘故，他19岁才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平时既要训练又要打比赛，留给学习的时间不多，托蒂每周只能上3次课。此后在罗马本地主教练马佐内执教期间，他一点点给托蒂分配出场时间，从10分钟到半小时，逐步积累经验。两个人情同父子，托蒂对他满怀崇敬，马佐内则努力将年少成名的托蒂隔绝在舆论的过度吹捧之下。马佐内说，我曾经给教练组下过死命令，严禁大肆宣扬托蒂的天赋。罗马这座城市的舆论环境有多浮躁，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不想外界捧杀毁掉他的成长。坦白说，我近乎偏执地守护着托蒂和他的才华，甚至不希望他过早被全欧洲都知道。17岁的少年，尤其在罗马，是很容易迷失自我的。1994年2月，托蒂首次首发对阵桑普多利亚，获得全场最佳。赛后，马佐内只悄悄地对他说，孩子，你先去洗澡，记者的采访由我来应付。也正因为这一份情谊，2010年马佐内出版自传，托蒂亲自为他撰写了序言。半年以后，94到95赛季的揭幕战对阵福甲队，托蒂的左脚低射打入了罗马生涯的处子球。赛后，他和哥哥里卡多吃冰淇淋来庆祝。比赛前，叔叔曾经许诺他，如果进球就奖励他1辆山地自行车。托蒂说呀，自己就是为了这辆自行车的奖励全力的冲刺。从那以后，每次踢球，托蒂都会为自己设立目标，同时也是设定自己前进的动力。那么当时的托蒂在队里面还有一位老大哥，身披罗马10号，绰号王子的朱塞佩·詹尼尼。在1990年世界杯，在罗伯特·巴乔的光环下，小詹尼尼的表现非常亮眼，所以托蒂始终认为接过自己偶像留下的10号战袍是职业生涯最荣耀的时刻之一。小詹尼尼后来评价，托蒂一进队就锋芒毕露，所有的技术动作他都信手拈来，他对意大利足球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是我们诞生过的最佳球员。当年我们住在一间宿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也主动向老队员虚心学习，我真心的把他当作亲弟弟看待。我和他的母亲费奥雷拉的关系非常好，我记得他第一台车想买高尔夫 GTI， 他的父母忧心忡忡的来咨询我，我告诉他们，我的第一辆车直接就是奔驰。不过1997年托蒂遭遇重创，3个赛季虽然小有起色，但最终一无所获。1996年夏天，保护他的主教练马佐内下课了，偶像老大哥詹尼尼的职业生涯末期也远赴了奥地利的格拉茨风暴队。短短数周内，他的精神依靠接连离开。这时候，阿根廷主教练卡洛斯·比恩奇入主了罗马，而外号小丑的比恩奇和托蒂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过去性格温和的马佐内非常包容托蒂的小缺点，比如他喜欢偶尔享受生活，训练中跑动也比较少，更多的是倚重自己超凡的天赋。但继任的阿根廷主教练极度排斥这样的城市图腾，于是托蒂频繁的被雪藏，詹尼尼留下的10号球衣也没能到手。满心失望的托蒂在1997年1月几乎租借加盟了桑普多利亚，而此时英超的热刺队同样向20岁的托蒂抛出橄榄枝。后来的托蒂回忆道，比安奇打心底里面就抵触罗马本地人，尤其看不惯年少成名的我，难以想象在队内的分组对抗，他直接搞罗马籍的球员对阵非罗马籍球员的对抗赛，我当时的心已经飞到热那亚去了，如果我真去了，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1997年4月，罗马队意甲排名跌入了下半区，
当时主教练比安奇向主席森西下达了最后通牒，你要么留托蒂，要么留我。结局毫无悬念，阿根廷人黯然下课。97到98赛季，烟不离手崇尚攻势足球的泽德内克·泽曼上任了。泽曼彻底将托蒂和罗马队牢牢地绑定，他立刻把10号球衣交给托蒂，1年后还任命他作为队长，22岁成为意甲历史上最年轻的队长。泽曼后来解释说，队长并非我直接指定的，是全队投票选出来的。巴西中后卫阿尔代尔的票数更高，但不愿意承担这份压力。球员们内心早已经认可托蒂是领袖，他的性格内敛沉静，不会在更衣室大喊大叫，却是球场上罗马队最完美的掌舵人。于是托蒂用炸裂般的表现回馈了信任。在泽曼执教的2个赛季，他交出30个进球，26个助攻，球队分别位列意甲第4和第5。1997年11月，在面对不逢把手的帕尔马队的球门，托蒂踢出了标志性的勺子挑射，从此托蒂勺子吊射成为了足坛的名场面。当时托蒂非常欣赏泽曼的进攻足球理念，他说，教练希望我奉献观赏性的足球，球迷们走进球场不只是追求胜利，精彩的场面同样重要，要踢出赏心悦目的比赛，这是责任，也是我的荣幸，驱使着我不断尝试用高难度的技巧，就像攻破帕尔马那记挑射一样。2000年欧洲杯半决赛，意大利对阵荷兰队，托蒂用一记非常具有魄力的勺子点球骗过了门将范德萨，这尽显了他强大的心理素质。那一场他替补登场，这样的点球方式也是对当时主教练佐夫把自己放在替补席无声的抗议。最后的决赛虽然意大利不敌法国，但托蒂当选全场最佳。而在罗马队，主教练泽曼充分发掘了托蒂的位置的适应性，2年内没有固定让他踢传统的前腰，而是放置在3前锋左边路去内切。许多人当时误以为托蒂只能当那种纯古典型的10号位，但实际上托蒂的可塑性极强。泽曼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战术安排的，他说，左边路的内切远比纯粹的中锋威胁更大，中路持球会被对手恶意的频繁的犯规，风险太高。托蒂从来没有抱怨自己位置的调整，作为边锋内切可以更多的参与攻防的回合。那么也正是在泽曼的麾下，1998年11月，罗马德比第81分钟，托蒂绝平了拉齐奥，开启自己德比进球之王的传奇生涯。在那一场，球队先领先，后来被反超到1比3。这时候拉齐奥罚失了点球，罗马又被罚下了一个人。在绝境下，全程统治比赛的是托蒂，他打入了扳平进球。德尔维齐奥甚至有机会绝杀，这是作为罗马球迷最难忘的瞬间之一。而另一个球迷们终生难忘的时刻，就是01年6月，奥林匹克球场罗马队击败帕尔马，时隔18年再度拿下了意甲联赛冠军。当时卡佩罗打造的那支罗马队战力达到巅峰值，后防线有卡福、萨姆埃尔、阿尔代尔固若金汤，中场有中田英寿、埃莫森调度攻防，锋线上托蒂、蒙特拉还有战神巴蒂斯图塔的三叉戟威力无穷。整个赛季全队68个进球，三叉戟包揽了47个球。巴蒂斯图塔是高度评价托蒂，他说，托蒂能够洞悉一切，他是我职业生涯最默契的锋线上的伙伴，他的思维速率极快，本身就是顶级射手，他完全明白前锋需要怎样的传球，没有人比他更享受助攻的乐趣。他总是假动作晃开后卫，加速突破，连续盘带，防守球员根本就预判不了，连我都经常跟不上他的节奏。那个赛季的托蒂打入了13个球，当选意甲年度最佳球员。24岁的他终于不再只是城市的图腾，他卸下了心理的包袱，而身边的年轻球员像卡萨诺、德罗西也蓄势待发。外界当时普遍认为这支罗马队将开启在意甲的王朝。不过那是托蒂在罗马的第一个意甲冠军，也是最后一个。当时夺冠以后，托蒂先是在更衣室和队友们庆祝，之后他和家人、好朋友还有队友里尼尔迪去了自己出生的区域的一家餐馆庆祝。罗马队南看台的著名球迷加洛佩拉也被受邀参与了庆祝活动。吃完饭后的托蒂大唱了卡拉 OK， 还在桌子上跳起了舞。从餐馆出来以后的托蒂等人又去了其他地方继续庆祝，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当时的巴西球员卡夫和阿尔代尔去了另一家餐馆，还跳了桑巴舞，而罗马队的阿根廷球员都去了巴蒂斯图塔家里吃烤肉。烤肉师是萨姆埃尔和巴尔博，小飞机蒙特拉则回到自己家里面。另外，日本中场中田英寿他在电脑前坐了一个晚上，回复着日本国内粉丝们的祝贺。2001年，在罗马的蒙地区诞生了一幅托蒂的巨型壁画，
这就是为了庆祝联赛夺冠而画的。蒙蒂区是罗马老城中心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但10年以后，那幅托蒂的巨型壁画被拉齐奥的球迷破坏了。当时罗马市长下达了一道备受争议也饱受批评的命令，托蒂的壁画被定义为罗马城旅游和文化的遗产。于是用了创纪录的20天时间，遭到毁坏的托蒂壁画又恢复一新。2014年，作为当代神话项目的一部分，又有一幅托蒂的壁画面世。这一幅壁画是在帕斯科利学校的大门上，这个学校距离托蒂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仅有几步之遥。也就在2014年，瑞士的艺术家大卫·迪埃尔画了一个名叫《足球偶像》的系列作品。他挑选了16个足球巨星，把他们都画成圣徒的样子，来表现对足球像宗教一样的迷恋。而属于圣托蒂的画像是一幅画在木头材质上的油画。在创作中，为了表现圣托蒂头后面的光环，瑞士艺术家使用了24克拉的金叶。好，另外，托蒂身上的第一个刺青也是他和意大利的著名演员克劳迪奥·阿门多托打赌的结果。01年，罗马队拿到意甲冠军，两个人就都在右胳膊上纹了一个角斗士。而除了角斗士，托蒂身上还有另外2处纹身，这都是为了向妻子伊拉利·布拉西表示爱意。在托蒂夺冠以后，2002年，媒体在18岁到50岁的意大利女性中间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意大利女性最喜欢哪一位意大利国脚。而结果显示，对女性们而言，门将托尔多引不起任何非分之想，他只不过是像个普通朋友一样。而大多数女性认为都难以抵御托蒂的诱惑，他是意大利国家队最性感的偶像。但女性们心目中的理想丈夫则是赞布罗塔和马尔蒂尼，而菲利普·因扎吉和克里斯蒂安·帕努奇这让女性们感觉心里不踏实。有 29% 和 25% 的女性觉得不应该嫁给他俩，还有维埃里被选作理想的情人。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女性而言，罗马队长托蒂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臀部。可惜的是，托蒂从来没有用屁股进过球。2003年，托蒂创办了托蒂足球学校，由哥哥里卡多出任校长，有500多名会员，70多名工作人员。托蒂足球学校还有专门向残疾儿童和难民儿童的足球班，而托蒂自己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从5岁开始，每周都会去那里练足球。2003年贝法纳日，托蒂和帕努奇还有主教练卡佩罗等人一起还穿上了芭蕾舞裙。这个项目的名字叫这个微笑也是为了你，他们是为了那些自己捐助的小朋友跳起了芭蕾舞。在节目的最后，托蒂还模仿了红磨坊的方式做出了侃侃舞的动作，赢得了现场所有小朋友的欢心。另外，托蒂是个很迷信的人，每一次进足球场之前，他要先用手画十字。在德比战前1周，他总是第一个到训练场，并且为了德比，要在理发师朋友那里专门理个发。还有一点，在意大利呀，触摸自己的阴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动作，这是为了让邪恶和危险远离自己。所以托蒂自己悄悄的总会在不引人注目的时候，轻轻的碰一下自己的阴部。他自己说，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好，遗憾的是，后来主教练卡佩罗和托蒂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两个人的性格都很强势，都认为01年的联赛冠军首功是属于自己。后来队长托蒂率先挑起了口角，卡佩罗也当众直言，罗马的球迷们必须做出选择，你是托蒂的个人粉丝呢，还是罗马队的球队支持者？03到04赛季中期，两个人的矛盾彻底公开，那也是卡佩罗执教的最后1年。他在全队面前严厉地痛斥托蒂训练懒散，态度敷衍。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传遍了媒体，而托蒂则反驳说主教练的战术僵化，没有办法让自己和卡萨诺同时出场。虽然许多年后两个人最终和解，但托蒂确实是更衣室非常难管理的有个性的球员。在2011到12赛季，现在大巴黎的主教练路易斯·恩里克当时执教罗马，这也是他执教罗马唯一的1年。那时候恩里克也非常难以驾驭托蒂，托蒂作为队长话语权极大。可也正是这一段执教经历，也让恩里克后续能在巴塞罗那从容处理梅西的小情绪，带队拿到了3冠王。而后来的日子，真正让托蒂的职业生涯完成2次进化延长巅峰期的是主教练斯帕莱蒂打造的伪9号体系。斯帕莱蒂执教的4个半赛季是托蒂稳定高产的黄金阶段，2次夺得意大利杯冠军，3次意甲亚军。而那一套经典阵型的诞生也有偶然性，当时卡萨诺、蒙特拉还有农达接连伤停，锋线上无人可用。05年12月，罗马对阵桑普多利亚，斯帕莱蒂让年满30岁的托蒂出任游翼型的中锋，就不再是传统的站桩支点。托蒂频繁回撤到中场身后接球，
拉扯对方的中后卫，让他们进退两难。4-6-0的无锋阵型横空出世，罗马豪取了11连胜，刷新了意甲连胜纪录。在连胜的期间，斯帕莱蒂盛赞托蒂说，只要把球交给托蒂，就等于存入了银行一样，稳赚不赔。托蒂是更衣室和整座罗马城的精神支柱，所有的荣誉和赞美他都当之无愧，他就是当世最佳球员。那个赛季托蒂联赛24场15个球，客场挑战国际米兰，又是一记绝妙的吊射，状态极其火热。可遗憾的是2006年2月他的脚踝重伤，险些报销了整个赛季，但依靠私人理疗师持续的康复，再加上意大利主教练里皮承诺为他锁定世界杯的名额，托蒂艰难赶上了德国世界杯。于是意大利的7场比赛托蒂全部出战，最终第4次带领意大利队捧起了大力神杯。整届赛事托蒂送出4次助攻，并列第一。16强战补时点球绝杀了澳大利亚，堪称名场面。托蒂入选了世界杯最佳阵容，但他的状态由于伤病并没有达到最佳。后来他也坦言，很遗憾我没有能够100%恢复，但如果赛前有人告诉我仅用30%状态就能拿下世界杯，那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06到07赛季，托蒂用职业生涯最强的表现奏出了最强音，各项赛事50场32个进球15个助攻，拿下了意大利杯和意甲亚军，斩获欧洲金靴。尤其是对阵桑普多利亚那一记暴力的左脚凌空抽射，精彩到连对方所有的球迷都起立鼓掌，成为了公认托蒂职业生涯的最佳进球。斯帕莱蒂评价他，将托蒂作为伪9号，把他放在禁区前沿，就如同将一头狼放进了鸡舍里面，他总能找到空间制造致命的威胁。托蒂懂得自我去打磨，顺应自己的年龄调整踢法，这是顶级球星的特质。那一年欧冠1/4决赛，罗马队主场2-1击败曼联，托蒂在场上统治级的表现，直接启发了弗格森在第2年实验无锋阵 ，C 罗、鲁尼、特维斯的灵活换位，最终拿下了英超和欧冠双冠王。不过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界杯前06年的2月19日，当时罗马队在意甲取得10连胜，但在比赛第7分钟，托蒂和恩波利球员理查德·瓦利尼争抢的时候腓骨骨折，左脚踝韧带拉伤，他立刻被送进了医院。1个小时后，妻子布拉西带着3个月大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来看望丈夫。腓骨骨折的时候，托蒂没有流泪。当想到自己的世界杯梦有可能就这么结束的时候，托蒂也没有哭。而当医生告诉他术后可能需要恢复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托蒂也没有哭。可那一天，当他抱起只有3个月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的时候，托蒂终于哭了。后来，意大利主教练里皮打来电话说：“咱们德国见。”就是带着这样的承诺，托蒂进了手术室，手术做了5个小时，腿上放入了8根钛钉。当他从麻醉的状态醒来的时候，托蒂并没有过多的悲伤，他只是要了一罐能多益的甜味榛果可可酱，非常香甜的就吃了起来。因为生活有时候是苦涩的，但托蒂觉得只有美食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甜蜜一点。1个月以后，3月20日，在教练们和队友们的掌声中，托蒂重返训练中心。他之所以能够神奇康复，而且用的时间如此之短，一要归功于他自己的意志力，第二要归功于罗马的体能教练和理疗师不知疲倦的工作。在受伤之后，托蒂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赶上参加德国世界杯。从此以后，在恢复期间，他每天都要在健身房锻炼6个小时以上。4月12日，意大利杯半决赛，罗马队对阵帕勒莫，整个奥林匹克球场爆满。突然间，在著名的南看台出现了托蒂的身影。现场的观众欣喜若狂，记者把麦克风递给了准备不足、略显尴尬的托蒂。托蒂说：“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我爱你们，我爱你，罗马。”5月15日，托蒂还到监狱去慰问犯人。他没想到的是，犯人中间竟然有自己过去的前队友亚历山德罗·马西米利亚尼。他俩在罗马的青年队曾经是队友，联手帮助球队拿到了89到90赛季意大利青年联赛的冠军。当时许多人看好他俩未来能在罗马队和意大利国家队并肩作战，但随后一次严重的膝盖受伤和严重的骨折断送了马西米利亚尼的足球梦。后来他交友不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为抢劫罪被关进了监狱，正等待着宣判。看到托蒂，马西米利亚尼走了过去说：“托蒂，你还记得我吗？我们曾经一起踢过球。”托蒂拥抱了他小时候的队友，两个人眼里都是泪水。离开监狱的时候，托蒂手上拿着一件球衣，上面有马西米利亚尼的签名。所以从06年的2月19日到07年的2月17日，大概也就1年365天，托蒂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轮回。
先是在联赛对恩波利的时候受伤手术，又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康复重返赛场，得到了意大利国家队征召，对澳大利亚打进点球，拿到世界杯冠军。这1年时间，除了受伤养伤，托蒂打进了19个球。2007年的巅峰期过后，托蒂依然保持着极为惊人的状态。他一直到2017年5月28日，在罗马3-2击败热那亚的意甲比赛，完成了自己生涯的告别战。此时的托蒂已经40岁，他的俱乐部生涯代表罗马出场785次，打进307球，其中意甲联赛打进250个球，在国家队在意大利出场58次，打进9球。